你有没有发现，在今天这个世界上，美早已不再是一种祝福，而变成了一场没有终点的竞赛。你打开手机，划过社交平台，仿佛每一张照片都在对你说，你还不够好看。广告会告诉你，只要再瘦一点，再白一点，再精致一点，你就会被喜欢，被尊重，被看见。但这种压力从来不只是活在屏幕里，它渗透在我们的日常、学校的走廊、办公室的电梯、朋友聚会的眼神中。人们在暗中较量，谁更瘦，谁皮肤更好，谁穿得更时尚。你也许不说出口，但心里早就默默下了决心，不能输，我要赢。就算要付出一切，也在所不惜。于是，越来越多人，尤其是年轻女孩，走上了一条为了变美而牺牲一切的路。有人沉迷滤镜与修图，有人极端节食，有人动刀整形，也有人省吃俭用，只为买得起一件能证明自己的名牌，只为了贴近那个世界定义下的完美。你可能会说，真的有那么夸张吗？但事实是，在我们的身边，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。让我们听听他的故事，也许你很熟悉。他叫 Yuna， 今年28岁，是一家外资公司的市场主管。每天清晨6点半起床，第一件事不是祷告，也不是吃早餐，而是对着镜子检查自己皮肤有没有变差，鼻梁有没有塌，脸今天肿不肿。他花整整1个小时打光、上妆、自拍、修图、调滤镜，然后才出门。在朋友圈里，他看起来总是光鲜亮丽、精致完美，贴上一句标语：今天也要元气满满。但只有他自己知道，自己的心早就元气全失。他每周3次去医美打针，2周1次抽脂，3个月1次轮廓线调整。不吃淀粉，不碰盐，晚餐只喝代餐粉，连朋友聚餐也小心翼翼，不敢多吃一口。他的同事称赞他自律、努力，却没人知道，其实他心里只剩下2个字：焦虑。他每天都在怀疑自己是不是还不够好，是不是又落后了。他每一天都像在打仗，不是和别人，而是和自己心里那个不够好的自己不断搏斗。他真的好累，但又不敢停下来，因为他相信，只要一停，就会被这个世界抛下。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真实处境。我们努力贴近美的标准，却活得越来越不像自己。我们以为只要再瘦一点，再白一点，再精致一点，就会被爱、被看见、被尊重。但事实是，这些年来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？是自由，是健康，是喜乐，甚至是内心的平安。那么，这样的你还快乐吗？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、金钱与情感去追求的美，真的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吗？还是只是为了不输，为了不被世界排除在外？那么，我们不妨停下来，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：圣经怎么看美？神又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外貌与内在？在这个审美标准不断变动的时代，我们需要回到那永不改变的真理，重新认识什么才是真正的荣美。其实，圣经并不否认美的存在，也从未禁止人追求整洁、端庄、尊荣的外在呈现。但神始终提醒我们，外貌不是我们价值的来源，内心才是生命的根本。创世纪这样记载：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。从创造的那一刻开始，神就已经赋予人尊贵的身份与价值。我们的样貌、体型、个性与特质都是他亲手所设计的独一无二。也因此，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就有美的根基，不是来自比较与修图，
而是来自那位创造我们的神。撒母耳记上也提醒我们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人会被外表吸引，但神看得更深，他在乎我们灵魂的健康是否敬虔、谦卑、真诚、有爱。一个人可以外表出众，却活在虚荣与空虚中，也可以貌不惊人，却活出真实、有力量的生命。彼得前书第3章更进一步地说，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为装饰，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这段话不是反对打扮，而是提醒我们，真正的荣美不是外在的装饰，而是那由里而外温柔安静的属灵装饰，这才是神眼中的宝贵。然而，今天的社会价值观却和神的标准越走越远。当我们不再以神的话为基础，而是根据社交媒体的滤镜、明星偶像的外貌、流行标准的框架来衡量自己，我们就很容易被困在无止境的比较与焦虑里。神说你甚好，世界说你还不够。神看内心，世界看脸书和自拍。神要你活出人的样式，世界要你活成他的模板。追求美不是罪，也不是错，但当我们开始怀疑神的设计，否定自己的价值，甚至为了变美而牺牲了健康、金钱、关系，甚至信仰，那么问题就已经不是爱美这么简单，而是内在的迷失与扭曲。所以，我们真的要好好思考，我们是活在神的眼光中，还是活在世界的审美压力里？我们为美所付出的是合理的修饰，还是已经变成了一种沉重又悲痛的代价？亲爱的朋友，也许你曾为了变美付出过沉重的代价，也许你现在仍活在比较、压力与否定当中。你可以爱美，这没有错，但你不需要被美捆绑。你可以打扮，但不要让外表成为你价值的全部。你可以提升自己，但不必为了别人的眼光去否定那位神亲手设计的你。愿我们学会珍惜神赐给我们的一切，顺服他的安排，不盲目地追求所谓的完美标准，免得损害自己的健康与自尊。更重要的是失去那原本属于我们的祝福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，欢迎按赞、留言，也把这段话分享给你身边正在挣扎的人。订阅圣经篇章，让我们一起在真理中站立，在恩典中成长，活出神起初对我们的心意。